张凌赫突然出手，合照收费传闻引爆争议，律师团队正式启动维权。网络世界真的不是法外之地。最近，张凌赫又一次登上热搜，但这一次引发关注的并不是新剧，也不是品牌活动，而是一份正式的律师声明。8月17日，北京海润天瑞律师事务所发布张凌赫及众星时代相关维权案件的阶段性进展。声明显示，律师团队已经针对部分网络用户涉嫌侵犯张凌赫名誉权、肖像权等合法权益的行为，启动系列诉讼维权工作。部分案件已经排庭待审，新增案件也正在进行信息核验和后续诉讼准备。消息一出，评论区瞬间炸开，因为很多网友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张凌赫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这一次他的团队选择直接拿起法律武器？事情还要从最近网络上流传的一条消息说起。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传播所谓张凌赫合照收费的说法，甚至出现了非常夸张的报价。相关网络传闻一度出现几万元甚至 9.5 万元人民币的所谓合照价格。这个数字一出来，立刻引发大量讨论。有人震惊，有人质疑，还有人开始根据这些信息对张凌赫本人以及他的团队进行负面评价。但问题来了，这些所谓的收费合照真的是张凌赫团队官方推出的吗？张凌赫工作室给出的答案非常明确，不是。律师声明指出，网络上关于合照收费的相关信息属于捏造的不实信息，张凌赫本人及其团队从未推出官方付费合影项目。换句话说，网络上出现的所谓高价合影报价，并不能被当成张凌赫本人或者工作室的官方收费标准。这也让整件事情突然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反转。因为此前很多网友看到 9.5 万元合照这样的数字时，第一反应可能是：张凌赫现在这么红了吗？合影都要收费这么高？但现在来看，这个逻辑本身就存在问题。如果官方从来没有开放付费合影项目，那么第三方所谓的报价又凭什么代表艺人本人？这也是张凌赫团队选择法律维权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律师声明透露的信息来看，这一次维权并不是简单发一条微博澄清就结束，而是已经进入了法律程序。律师团队表示，针对部分网络用户捏造、散布相关不实信息的行为，已经依法启动诉讼维权。与此同时，声明还提到了其他类型的网络侵权内容，包括涉嫌捏造违法犯罪情况、杜撰不当关系、诋毁相关立场，以及利用 AI 等工具进行污化形象等问题。也就是说，这一次张凌赫团队面对的并不只是一个合照收费的单一传闻，而是一系列网络内容所引发的维权行动。看到这里，很多粉丝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一次真的不一样了。过去面对娱乐圈的各种争议，明星团队经常会选择发声明、解释、澄清，或者等待舆论自然降温。但法律诉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事情已经从网上吵一吵，进入了更加正式的法律程序。当然，这里必须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启动诉讼不等于已经获得最终判决，被指涉嫌侵权也不等于法律意义上的最终定罪。目前公开信息更多属于律师团队披露的阶段性维权进展。部分案件虽然已经排庭待审，但最终结果仍然需要等待法院依法审理。所以，对于吃瓜网友来说，最理性的态度其实非常简单，可以关注，可以讨论，但不要把尚未经过最终司法裁判的指控当成已经确定的事实。这不仅适用于张凌赫，也适用于所有娱乐圈明星。而这件事情真正值得讨论的，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明星合影收费这样的消息能够这么快传播？答案可能并不复杂，因为它太容易制造情绪。一个普通的明星合影故事可能没有多少人关注，但是如果换成顶流明星合影要价几万元，甚至出现 9.5 万元这样的夸张数字，网友的好奇心立刻就被点燃了。有人想看热闹，有人想吐槽，有人想证明自己早就看透娱乐圈。于是，一个未经官方证实的信息就可能在不断转发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像真的。这就是网络谣言最危险的地方。它不一定需要一开始就有很多人相信，它只需要不断被重复，重复一次，再重复一次，最后甚至有人会产生一种错觉，
这么多人都在说，应该是真的吧？但事实上，信息传播次数从来不等于事实真实性。这也是为什么这次事件会引发很多娱乐圈观察者的讨论。张凌赫团队这一次传递出的信号非常清楚，面对涉及艺人名誉、肖像以及职业形象的严重争议，不再只是简单等待舆论过去，而是选择通过正式法律渠道解决。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也反映出如今明星团队面对网络环境时的策略正在发生变化。尤其是在 AI 生成内容越来越普遍的情况下，一张图片可以被修改，一段视频可以被重新剪辑，一句话可以被断章取义，甚至一个不存在的情节都可能通过技术包装的看起来非常真实。对于艺人来说，单纯靠一句假的即兴回应可能已经越来越困难。因此，保留证据、固定事实，通过法律程序维权，也许正在成为更加常见的选择。而对于张凌赫的粉丝来说，这次事件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情绪变化。很多粉丝认为，团队这一次的态度比过去更加明确，不是无限纠缠网络争论，也不是让粉丝和网友在线上互相争吵，而是把争议交给律师和法律程序处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消息曝光之后，支持维权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等声音迅速出现。当然，粉丝支持维权是一回事，法院最终如何认定又是另一回事。这两件事情必须分开来看。对于明星而言，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然是正当权利。对于普通网友而言，也同样需要意识到，网络发言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不用承担责任。尤其是涉及真实人物的名誉、肖像和职业形象时，一条看似随手发布的内容，也可能产生远远超过想象的影响。所以，张凌赫这次事件最大的看点，也许已经不只是合照收费到底是真是假，更值得关注的是，当娱乐圈的流量越来越大，当 AI 制造的信息越来越逼真，当一条消息可以在短时间内冲上热搜时，明星究竟应该如何保护自己？是继续忍耐？是一次次发声明，还是直接通过法律程序解决？张凌赫团队这一次给出的答案显然更加直接，那就是该澄清的澄清，该取证的取证，该交给法律处理的就交给法律。至于最终结果，我们还是应该等待司法程序给出答案。毕竟娱乐圈可以有热搜，可以有争议，可以有不同观点，但真正决定案件结果的不应该是评论区，也不应该是粉丝之间的争吵，而应该是证据和法律。而这场关于张凌赫的维权风波显然还没有真正结束。随着部分案件进入后续程序，未来是否会出现新的进展，是否会有更多案件公布结果，也值得继续关注。最后想问问大家，如果你是明星，面对这种可能影响个人名誉和事业发展的网络传闻，你会选择公开回应，还是直接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你觉得张凌赫团队这一次的做法是不是更加有效？欢迎把你的看法留在评论区，也请大家理性吃瓜，不信谣，不传谣，把最终答案交给事实和法律。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华语娱乐资讯，记得点赞、关注和订阅。我们下一期再见。